准备后事吧。死亡时间记录为下午3点40分。真死了，死了也好，省得我呀天天给你装闺蜜。不过可惜了，身边啊就少了一条听话的狗。不过像你这种孤儿呢，就算是死了，也没有人会在乎。唐海燕，你说谁是狗？这是依然，你可别吓我呀！我记得天劫，凌厉反财，倒流进入经脉，这金箍怕是解不成了。行善事，择善，方可结金丹。我夺舍了。那个，我去帮你叫医生啊。站住！你刚才说不好，要出人命了！果果，爸爸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来？果果打针好痛。那个就是果果的父亲张海吧？是个好人，都快倾家荡产了，还没放弃呢。能有这样的父亲陪着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果果，吃药很苦啊，来，吃个糖就不苦了。别吃，你爸想杀你。这颗糖有毒，你爸想要毒死。不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糖果有毒！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，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是氰化钾，人吃了之后不会有立即反应，但会逐渐麻痹神经，最后微笑着在睡梦中死去。爸爸，你真的要杀死你的亲生女儿？爸爸，楚楚以后会好好的，你不要楚楚好不好？果果。虎毒不食子，你这还是人吗？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卖房子卖血也填不上医疗费的苦，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你既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应该对他负责。豆豆，这张卡你有20万，够他治疗一段时间了。我的卡！谢谢。魏阳，你真的神了呀！你真的能听到动物说话？依然，你今天晚上帮我直播好不好嘛？能听得懂动物说话，这噱头绝对棒！我要发财了。无聊，那我就去银行冻结资金。钱是你存的又怎样？账户可是我的。那张卡是果果的救命钱，所以呢，我答应替你直播。
这个直播号以前不是一个性感美女吗？这次怎么穿的这么保守了？糖糖今天不舒服，今天做宠物咨询，我可以听到宠物的心声，并且能跟他们对话，1个嘉年华1次。这主播断网了，不知道能听宠物心声已经被打假了吗？哎，大家别走啊！主播真的能听得到，现在可以免费连线3次，大家试一试就知道真假。小鱼喵喵，你们知道吗？家里资产几十亿的真名媛，豆腐喵喵是他给他家宠物开的小号。豆腐喵喵，请问你需要我跟哪只宠物沟通呢？就是他，豆腐从几天前就开始绝食，身体都快支撑不住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们家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的动物咨询吗？怎么变成灵异频道了？你要是不知道，你可以直说，不要说些有的没的吓唬人。贵人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这个豆腐苗苗可有点来头，咱俩可得罪不起啊。不靠谱也没有关系的哈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被他的眼神给吓到了。那你们家是不是还养过其他宠物，或者有宠物死了？没有，我就只养过豆腐这一个宠物。不可能啊！吓死老子了！我还真以为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主播装什么呢？还和动物沟通，第一个就翻车。既然主播不知道，那我就先下了。他撒谎！等等，你给他带上麦，我听听他说什么。听他说话。小猫别丢下我，没有你我也不想活了。你确定你们家最近就只养过一只宠物？一只白白的，圆圆的，有2只眼睛，长得跟豆腐很像。2天前才刚刚被你送走，你真的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吗？送走？哪种送走？不会是养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怕晦气被送走了吧？2天前，主播，你别再打谜语了。我们家除了豆腐就没养过其他的活物。我可没说你们家豆腐找的是一个活着的东西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知道那是什么了。白色，圆圆的，和豆腐还很像。那只荷兰猪玩偶，可是那就是一只玩偶呀，豆腐找它干嘛？就是那只玩偶，那是你们家豆腐的对象，他希望你不要拆散他们这对苦命鸳鸯。那只玩偶是我送给小侄女的礼物，2天前把它送走之后，豆腐就开始不吃不喝。应该就是这样，大师，谢谢你。酬金我现在就给你打过去。再一次对荷兰猪有了新的认识，原来每一头猪都有自己的阿贝贝啊！如果这不是剧本，我生吃主播的手机。依然，你看，我直播间人数第一次有10万加！是太子哥，云氏首富的嫡长子。主播这下要完喽！太子哥专门打假这种灵异主播，有意思，让我来会会。前排兜售瓜子啊，坐等主播被扒皮。你好，太子哥。就是你，谎称能和动物沟通。哎嘿，太子哥，您别介意啊，我朋友今天第一次直播，还有点紧张。您是想要和哪个动物沟通啊？我们都可以办到的。这个池塘有很大问题。能听见动物说话是吧？啊，来跟你本家聊一聊，看看这只王八，他心里是怎么看我的。贵人，你好好说，最好
能射到太子哥的心坎上，只抱上太子哥这条金大腿，以后啊，咱俩可就大发了。他说你是狗粮养。顾依然，我让你好好说话，没让他搓肺管子呀！直播完了，上一个说太子哥是狗娘养的人，已经去非洲挖矿了。是这只王八说的，我只是转述而已。叫什么叫？今晚就把你炖了！稀奇啊，头一次听到王八的叫声。主播不是自称能跟动物沟通吗？主播，快给我们翻译翻译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说说，这只王八到底在叫什么？你要是说不上来，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磕3个响。我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不过你确定要我在直播间里说出来吗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你尽管说，我倒是看看你能给我编出什么花样来。这可事关你们整个家族的秘密，一旦我说出来，这个直播间就会被封掉。封直播间事小，就怕你们杀人灭口。别说这些没用的吓唬我，你赶紧说，出了什么事我担着。他说让你们不要再往池塘里扔尸体，他吃素。不要再往池塘里扔尸体啦！憋我呀，吃素。刚刚主播说什么？那池塘里有尸体？我没听错吧？不是吧？看个直播出人命了！你放屁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通过这个噱头，好引起我的注意力，让你们红起来是吧？你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算到我头上来了是吧？哎，太子哥，这事跟我可没有关系，这些是他自己说的啊。王妈说的可比这难听多了，我还是顾及了你的脸面，说的委婉了些。这都把李家说成杀人凶手了，还叫委婉？真的想疯了，看不见太子哥脸有多难看吗？主播自求多福吧。只有我最关心那池塘里到底有没有尸体吗？还顾及我的脸，我这是给你脸。顾依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太子哥道歉！这么急着否认，看来你也认为这个池塘里真有东西了。不可能，我家池塘干净的很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说的那些？你母亲半年前突发身亡，3日后你父亲便迎娶你小姨进门，你们大吵一架之后便出国进修半年，今日才回来。我说的可对？他怎么这么清楚？这豪门八卦是我能听的吗？听说首富和前夫人情比金坚，怎么前妻高梅后脚就娶了别的女人啊？黑气凝而不散。李少爷，你母亲百日祭那晚，是不是池塘里的行李全部都翻白了？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我操！李家确实发过经历集体死亡的公告，我记得当时有传言说是前夫人死得太惨，引发的异象。壮士快！怎么回事？啊！这池塘绝对有问题！不会这里面埋的尸体就是前夫人吧？这池塘早就被黑气笼罩，别说一个石头，就算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住口！你简直……太子哥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以叫人把池塘里的水抽干，结局自然见分晓。对啊，把池塘抽干，让大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吧？看太子哥那样肯定不敢，要是把池塘抽干，不就暴露了？顾然，你要装死别动！太子爷家的祖坟那都是金镶玉的，真的得罪不起啊！啊，抽水是吧？来人，池塘的水给我抽干了，我要狠狠的打响！我就知道半夜不睡觉，肯定能瞧见好东西。要是挖不出东西，也不用你给我磕头，等着收律师函。太子哥，话别说的太满，如果这个池塘里真有东西，你就给这只王八磕头道歉，再叫他一声干爹，也算是了却他在你们家受的罪。你还逞口舌之力是吧？看你一会儿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伙计，愣着干什么？少爷，
这池塘是夫人特意建的，这要是抽干了，这可能就破坏院子的陈设了呀。是啊，少爷，这可是夫人特意请的大师为李家聚财而设的，一旦毁了，夫人会责罚我们的。一口一个夫人，我不在家半年，你们已经分不清李家的主子是谁了吗？少爷，不敢。谁把池塘的水抽干，工资立马翻3倍。真的3倍？少爷，真不能抽啊！少爷，怎么？难不成池塘里还真有什么？看太子哥的脸色，不会真的叫主播说中了吧？我看着心虚吧，以前的传言可能就是真的。钱夫人绝对是被害死埋池塘里了。楼上说话小心点儿，小心真挖出什么来。李家先把你灭口。我们李家行得端，坐得正。我母亲去世的原因，之前已经发布告澄清过。如有人再借机造谣，哼！此外，这个池塘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。管家，给我挖开它！你们下去给我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他们说的东西。少爷，这水都已经抽干了，就没必要下去找了吧？再说这也没看见什么东西啊！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想下去就下去。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居然敢污蔑我们李家，你简直是……水池东南方还没去，这就不用了吧？你过去。少爷，有东西！顾依然，刚才都叫你少说少说，非不听。这下好了吧？直播间也被封了。这李家家大势大的，一会儿找上门来报复我们，可怎么办呀？那是他自己咎由自取，怎么好怪在我身上？再者，我说出老龟的心声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顾依然怎么回事？住了院回来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偏偏好像还说的很有道理。别担心，账号会解封的。他们不仅不会报复，还会亲自上门来请货。闭嘴！李家是真找上门来，咱们两个可就小命不保了。来的还挺快。你们是李家人啊？对不起啊。顾依然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道歉啊！你就是顾小姐，我家少爷有事请您过去一趟。走可以，你们怎么把直播间封掉的？现在就给我顶起！你疯了吧？直播间解封，真的解封了！顾小姐，请。顾小姐，顺着这条路走到树林尽头，少爷在那儿等您。嗯。
又来一个补品。补品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李家不是首富吗？这么抠门，连灯都舍不得开。这事怕是不能愉快的解决了。说，你是谁派来的？为什么造谣？这一排不对劲，看来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。你们家这院子是谁布置的？是我爸找玄空阁大师监虫道长弄的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不自觉就回答了他的话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这院子的环境造景不错，但恐怕更是为了掩藏池塘里真正的秘密吧。比如说，埋了尸体。尸体？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么做能从中获利的人，应该是你的父亲吧？胡说八道！我爸不可能做那种事儿。你们李家真是歹毒啊！这池塘底下的那位命不该绝，不镇压的话，怕是你老爷会折寿。闭嘴！你再污蔑我爸试试！污蔑？那么我问你，你父亲每月15是不是都要进食大量的？我现在倒是相信你有几分真本事了。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300万。不行。你答应就。为什么不行？嫌少是吧？50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还是不行。你别太得寸进尺啊！太子哥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叫他干爹。你。干爹。哎，干儿子。为什么你不自觉的想听他的话？哎，算了，还要请他和我把他宠物打探消息。刚才你说的事情，我答应了。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儿呢。不就是跟你父亲的宠物沟通吗？毕竟能听到动物的心声，人也算动物，不是吗？没错。明天晚上7点，来我父亲70岁寿宴。到时候我会把武馆监引开。太子哥，你就没有怀疑过你母亲并非跳井自杀吗？什么？顾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妈明明是抑郁症走的。真是蠢，话都说的这么直白了，还是不懂。你身上这块玉，应该是你母亲送给你的吧？是大师送给我妈的，然后我妈让家里人都带着。连我妈捡回来的白狗都带了一块。大师就是监虫道长，说是和我妈有缘，特地给她的。玉气有灵，你这块玉右上角出现了裂痕，很明显和你母亲有关。什么？太子哥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你也不想你母亲死后还在受苦。妈，不要，妈，不要，妈！然，今天可是云氏首富的70大寿，外面的那些媒体啊，想进都进不来呢。这次啊，咱俩要大发了！
想保命的话，就不要乱跑。切，装什么装？等我靠上李家，我要让你顾依然给我当牛做马。姐妹们，今天啊，糖糖就带你们见一见世面，深入了解一下于氏首富的。新来的，这味道不知如何。老爷，这是少爷请来的朋友。原来是李老爷啊！依然，李老爷子一直盯着我看，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有钱人最好了。别做梦了，他分分钟活得比你命都长。你说什么？我妈头期还没过，我爸就迫不及待地娶她进门，说什么大师算过，她能冲上。李长寿脏器衰竭，主治医生离奇自杀。我想起来了，半年前新闻报道，李首富他器官衰竭。没错，这就是冲洗的效果。他活过来了。他可不该活过来啊！干嘛咒我爸呀？就是，李首富起死回生，那可是好事。什么东西？我要的东西呢？太子哥，我现在就去给老爷敬酒。不想死的话，离他远点。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会想要坏我好事儿。好事？你们看，老爷，您别急啊，您要的东西马上就来。一个个笑得这么开心，一会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又是他。你见过他？我只见过，还是老相识呢。他是我那个后妈带来的，天天让我爸抱着他。我看我爸现在变成这样，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。那你们李家为什么还要养着他？据说是能镇宅纳福，福寿绵长。福寿绵长，还真是挑着你爸的软肋来说。若是他以前的心态，倒还说得过去，但他现在的模样，招来的可不是福气。我找人把他带回来，待会儿你得帮我想知道我爸的秘密。老爷，您要的新鲜货来了。不知道这一次味道如何？哎，依然，你看那什么东西啊？该不会是什么名贵的补品吧？我看你像补品。哎你，等我当上人，一定让你给我舔鞋！救救我！妈妈，我们想回家。诸位，今日我家老爷大寿，特意找来了一些好东西，与诸位共同享用。李某知道，诸位，今天晚上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保证，这东西绝对不会让他人失望。李老爷这样说，看来是对这样东西很有底气啊。它要是真的有那种功效，能满足我们。没错，就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他们李家该不会在吃那个东西吧？诸位，今日我家老爷70大寿，老爷特命我寻遍长白山脉，才找到这些顶级雪蛤，与诸位
共同享用。这雪蛤用特殊手段处理过，可是实打实的延寿秘药。听说半年前李老爷能够逃离鬼门关，全靠这个东西。据说还有返老还童的功效。返老还童？你看他老婆长得水灵的跟个大学生似的，谁能看得出来是他50岁的二奶呀？大家谬赞。依然，她一个老太太用完都能这样，我要是也能用上的话，我还要什么医美啊？这老女人真是好福气，怎么就轮不到我呢？长寿，雪蛤，难不成是？吴管家，这个药方我们也能用吗？哼哼，老爷心善，今天在场的人见者有份。李老爷，大手笔啊！见者有份的话，这得好几百万吧？首付就是首付啊，说送都送。我要是真能上位，这不都是我的？李老爷，功德无量啊！今天能来李老爷寿宴，得此机缘，是我们的福气呀！老爷子这般心善，我是真心想感谢他，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。那就看唐小姐的本事了。这东西根本不能延寿，想死你们就吃吧。你说这个吃的会死人吗？哪来的小丫头片子，在这胡言乱语？这雪蛤分明是药引，一旦吃下去，就表明自愿贡献寿命，供他人食用，以延寿之名夺人性命。李家真是很多的心思。这小姑娘气质不凡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内幕啊？哼，我看是想讹上李家。刚刚李老爷都说半年前是靠这个活下来的，怎么可能？荒唐！别以为你是明哲请来的客人，就可以在这儿胡说八道。李老爷半年前之所以能够活下来，根本不是靠什么雪蛤，而是杀妻续命。住嘴！老爷息怒，这只是少爷在网上认识的，不算朋友。不知道在哪儿听了风言风语，在这儿胡搅蛮缠。姑娘啊，你要说这雪蛤有问题，我还能信你3分。但是你要是说李老爷对钱夫人有异心，我觉得你是想多了。就是，李老爷和钱夫人伉俪情深，这圈里谁不知道？怎么可能谋害自己的妻子？有关钱夫人异常死亡的谣言，不是早就辟谣了？还有人拿出来这就说事儿。贵人，李老爷把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你不领谢就算了，怎么他还能胡说八道呢？念你们年纪小，刚刚的言论我可以当作没听到，也可以不多计较。识相的话，现在给我马上离开！住手！干什么呢？那个狗娘养的，快把小爷放开！奇怪，为什么所有动物都说太子哥是狗娘养的？爸，顾小姐和唐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就这样让保镖把他们赶出去，别人怎么看待我们？你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，满口谎言，污蔑我们李家，害人不说，还说我害死寻儿，将他们赶出去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哎，这都是雪蛤说的，可不是我随口应的。啊哈，小姐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哎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能跟动物说话？怎么不能？顾小姐是真的能和动物通灵。通灵？这些江湖术士都在搞个噱头，
想要骗钱。哎呀，少爷，你年纪轻轻，可千万别被美色迷了眼呐！这人性啊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。爸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就让他问问这只宠物。这只黑猫一直守在你身边，总不能配合外人说。哎呀，就了不起。既然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好啊，你要是装神弄鬼，待会儿这个门，你们两个可走不了。神君，好久不见。啊！哎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管那只黑猫叫神君。你认识我？你不是象征祥瑞的神君吗？怎么一身黑气，还和你家干这种害人的苦头？放肆！你来这里也是想求一线生机，我有摆脱的法子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换一个合作对象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哎，这猫怎么跑了？我看呀，就是在装神弄鬼罢了。黑猫说你家冤孽缠身，已经答应我，不再和你家同流合污。还在这妖言惑众？啊，你老爷难道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那黑猫给我找回来！是。李老爷还不承认是吗？半年前你能活下来也是侥幸，现在这副身子，恐怕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吧？难不成李家真的杀妻续命？胡言乱语！我是被你气的。来人，给我割了这个骗子的舌头！还有10秒。哎，你们看，李老爷的脸色好像有点不太对啊！好吓人呐，感觉被什么东西勒着了一样。你这个妖女，还不信是吗？那你不妨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臂，是不是已经开始长满了黑斑？哎，你们看他的手，哎，真的长东西了！顾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手上是不小心蹭的，不是什么黑斑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你再怎么否认，也阻止不了黑斑扩散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马上就快不行了。你信不信只要我数5秒，你就会立马倒下？不会这么扯吧？怎么可能有人能控制他人？但是他说的这么自信，应该是真的吧？一派胡言，就是那妖女说的。哎，真的应验了！我早就知道这个姑娘肯定不是寻常人。顾小姐，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，不管什么办法都行。我要。接下来应该是你了。啊！他的脸！这个老爷不会真的死在这儿吧？爸，顾小姐是真有本事，我不会害你的。3、2，你住！爸，快叫医生！爸。哎呀，顾小姐，你说我爸他会？看情况，有话就说。顾小姐，我昨晚又梦到我妈了。她虽然什么话都没说，但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。我妈真的是被我爸害死的吗？是。我妈真的是被我爸害死的吗？是。可是，也不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爸之所以能够活下来，的确是你妈间接帮了他，但你妈的死不是你爸导致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对这个事实接受得很快，快到好像是带着答案来求证一样。
没有，我就是知道不是最坏的结果，心里稍微好受一点。那黑猫有没有说我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顾小姐，这是李长寿藏得最深的秘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动物的毛发。这是球球的毛，它从哪儿来的？我就知道这只黑猫自从来我家，准没好事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你老实交代啊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不然我要你好看啊！他说这是你们家白狗的，而且那只白狗被你爸藏了起来。不可能，我爸为什么要收狗？叫什么叫？说不是就是被你害的，黑黢黢的，看着就不是什么好猫。挠我干什么你？麻烦。敢说本君坏话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这是施点小法，让你能听到神君说话。神君？正是。也不瞧瞧自己什么样，还什么神君？我看邪君还差不多。哎你行了，神君是因为受伤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太子哥，你还想不想知道你父亲到底有什么秘密了？神君，你能告诉我球球在哪儿吗？后院。神君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？就后院水井，那里面有个地下室，白狗就被关在里面。后院水井，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我妈就是在那里跳井自杀的。哦，我一直深信不疑我妈是自杀，就是因为我是眼睁睁看着我妈跳下去的。你说什么？自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就患有间歇性神经衰弱，她经常怀疑有人要杀她。我成年后，她这种倾向更加严重，她就经常一个人待在后院。那天我妈状态很好，我有事要出去，她还送我到门口。可就在我转身出门的一刻，我妈突然就跑向水井跳了下去。间歇性神经衰弱。后来我爸怕我毒死人，就把后院封了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但你的父亲经常过去，而且还带了白狗进去。什么？你是说球球？太子哥，你就不想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就过去。一然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呀？太子哥说要带我去后院看看，你跟我们一块吗？后院，一听就没意思，还不如在这照顾李老爷。说不定啊，那个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两个去吧。怎么是你？明泽呢？太子哥说带顾一然去后院看看，他们什么？他们进后院了？这李家背后藏的秘密还挺多呀。顾小姐，我们真的要下去吗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赶紧下去。走吧。
看什么看？这么黑，找个照明的东西很奇怪吗？确实，这现代科技就是高级，省得我浪费灵力。这是……别动！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？竟然让你们李家如此防备？我也不知道。还真是大手笔，用的是上好的桐木做的门，看来是多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呀。哎，顾小姐，你不是说不能动吗？万一里面的东西跑出来怎么办？就算跑出来，也是找到你们李家的麻烦，与我何干？况且你就不想见见里面的东西吗？我倒是觉得他挺想见你的。不可能。为什么我心里会觉得有人在召唤我？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吧。求救！别叫了，他没死，只是晕过去了。可是那个血，长这么大没见过血啊，不是他的。啊！求！顾小姐，这麻烦。求救！这灰，求救！儿撒，我怎么听到了我妈在喊我呀？早就说了，你是狗娘养的。我？狗娘养的？是狗娘养的。你这个狗娘养的，快放开小爷！顾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是还把他当家人吗？现在他把你当儿子，你怎么还委屈上了？哎呀，顾小姐，您看这能一样吗？您就别开我玩笑了呗。我没开玩笑，吴洵不是你的母亲吗？顾小姐，你总不能说我妈变成了她吧？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？想象力还挺丰富的，可惜不是，只是无形的部分执念留在了这只狗身上。什么？我妈？但是他留在这只狗身上的部分执念很弱，没想到他竟然认出了你，应该是白狗和你一起长大的原因吧？我就知道我妈半年前走得突然，肯定放心不下我。可是为什么我妈的执念会到球球身上啊？那就要问问你的好父亲了，你说对吗，李老爷？顾小姐真是好本事，能找到这里来。比不上李老爷精通旁门左道，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父亲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球球明明就在家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把球球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干什么？一只狗而已，你要跟我发火吗？父亲，小泽，你父亲也是怕你睹物思人，所以才把球球放在这里。你看，这里不也收拾得挺好吗？挺好，
你管这种地方叫好？当我3岁小孩，拿这种话糊弄我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想把无形困在这，所以就要用他生前最亲近之物作为核心，让他因为情感羁绊自愿留在此处。但是又怕他的执念过深遭到反噬，所以要用特殊器物镇压。你说什么？我就知道李长寿根本就没放下他。不过，我的好姐姐应该也没想到她的心上人竟会怕。顾小姐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是不是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要不你说说，为什么前妻自杀的院子还有地下室都贴有红纸？陈设都是红配绿的颜色，难不成是在为前妻祈福吗？父亲，顾小姐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当然是假的。你母亲半年前已经入土为安，哪里存在什么执念留存的说法？是啊，是啊，这夫人虽然走得突然，但也是安心的走了呀。哎，少爷，这你也知道，这老爷对夫人的感情，这老爷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这肯定这个女人在瞎编，是吓唬您呢。入土为安，尸骨都不在棺材里，哪来的入土为安？你说什么？这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顾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妈，她的尸骨不在棺材里。小泽，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。你忘记了，我们可是亲眼看着你母亲下葬的，能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真的没有问题，那为什么这香炉里有无形的骨灰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对呀，最后还是老爷喝的棺，这里面有什么老爷最清楚了。这老爷不能害夫人吧？害人？妈，这好好的哪有人害你？你是不是又没好好吃药？好了，妈，没事吧？躺下啊，没事。是你害死我妈，对不对？小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父亲呢？你父亲和母亲感情情比金坚，如若真是你父亲，那也肯定是有什么难处。是，你母亲下葬确实是我喝的棺。但我保证，群儿绝对在里面好好的。至于这设置什么阵法，更是一派胡言。是真是假？把棺材打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不行，顾小姐，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但李母奉劝你一句，守着那太长，如果发生什么，谁都保不住你。到底是谁手伸的太长，奢求太多还不一定呢。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般做贼心虚，半夜怕不怕被找上门呢？爸，老爷身体要紧，这相信夫人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您这样糟蹋身体。是啊，老爷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商量。顾小姐，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，今天晚上您就留下来休息一晚，明早我再送你回去。我母亲的事儿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放心，明天就会有结果了。雪儿，我错。雪儿，雪儿。父亲，李老爷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行。这顾小姐气场怎么这么强？不自觉的就顺着她的话说了。求求以后就放我院子养着了。昨晚见到的一切，我就全当没有发生过。罪孽。对，我妈的棺材我看定了。我昨晚又梦到我妈，特别痛苦的看着我。我必须搞清楚我妈的尸骨到底有没有好好被安葬，以及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什么？你也梦见寻儿了？
我梦见母亲，正好顾小姐也在，就进店去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一定不会放过背后捣鬼之人。顾小姐，麻烦你了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看看这幕后之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擅自开棺可不吉利，姐姐才入土半年，你们这样做会遭天谴的。老爷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小泽也梦见了薰儿，难道是薰儿的尸骨真的？可我当时明明亲手合的棺，薰儿在里面好好的。不对，不对，后面无言说给大姐放些衣服进去。爸，母亲要是真的没被安葬，我们才是真的会遭天谴。你就这么想让你的母亲不得安生吗？我姐姐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这要是被我父亲知道你们李家竟敢这样，肯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是啊，如果让岳父知道薰儿死后都不得安宁，肯定不会放过。再说，如果薰儿尸骨真有什么，我怎么还有脸再遇见？父亲的意思是，开。老爷，你真要开棺呀？妈，孩儿不孝，今日让人过来叨扰，是想看看您是否真的入土为儿。如有冒犯，还望母亲不要怪罪。老爷，真的要开吗？开！这棺材，夫人，夫人，您9天之灵在上，莫要怪罪我们啊！都是老爷和少爷直接让我们开棺的，夫人。薰儿，如今我竟然真的掘开了自己亲生母亲的坟。姐姐，你好惨呀！你都已经魂归9天，李家却信了这妖女的鬼话，硬是要开棺，扰得你不得安生。夫人生前人那么好，死后竟然被这般……唉，顾小姐，你糊弄我儿在先，现在要骗我开棺，来薰儿死了都不得安生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愚蠢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2个愚蠢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还不自知。顾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刚刚叫人挖土的时候，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吗？老爷，小泽，这个妖女指定又是在胡说八道，你们别相信她的鬼话。姐姐的目的是半年前我亲自盯着让人修缮的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二姐姐，是不会有问题。你口口声声说这块墓地半年前就建好了，那为什么这附近的土地松软，不见半点干燥和灰尘？从里到外还透露着红褐色，还带着湿气，这能说明什么啊？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土最近刚刚被人挖出来，一块坟地，除了埋棺的时候需要动土以外，还有什么情况需要翻土做新的？那一定是有人做贼心虚，在今晚之前挖开。什么？顾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这墓地在我们来之前被挖开过？正是，确切的来说是今天刚挖开，飘和尚的。那岂不是说，在1天里，夫人的灵魂就被煎熬了2次？听说夫人生前心善，也不知道是造什么孽，死后被这样折腾。最遭罪的是摊上这么一家子人，连块墓地都照看不好。薰儿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顾小姐你看错了吧？这姐姐的墓地好好的，挖开它做什么？是啊，而且我们打开棺材看，这也没什么变化呀。
老爷，现在关键的是让姐姐好好的入土为安，毕竟姐姐的尸骨还晾在那儿呢。确实，得先让我母亲入土为安，其他的事之后再说。爸，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先好好安葬母亲。好。等一下，顾小姐，你这是？你确定刚刚有仔仔细细的检查过，这棺材里的人就是你的母亲吗？我确定啊，我妈去世之前就是穿着这件绿底金纹对襟，她生前最喜欢这件衣服。顾小姐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不对，因为这棺材里的人根本就不是你的母亲。啊，他活了！这夫人，他一定是觉得我们开棺打扰到他，来找我们来了。母亲，他们脑袋不好使，你脑袋也有问题。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活人。依然，你快救救我！他们李家人想杀了我！那这位是？是我是唐唐，依然我是。唐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我母亲的棺材里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她不应该待在地牢里面吗？那寻儿，既然你从我母亲的棺材里出来了，那你一定知道我母亲的尸骨去哪儿，对不对？放开我！小泽，不用问了，既然她出现在寻儿安息的地方，寻儿尸骨跟她一定脱不了干系。你放开我！依然，你快救救我！昨天就是这个李老爷联合他的管家，一起把我打晕了，说是要把我用来填活，还有什么寻儿的尸骨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我昨天被打晕之后，我醒来就发现自己在棺材里面了。填湖？你们李家就不怕因果报应？别胡说八道！我爸光明磊落一辈子，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你们敢做还不敢认是吧？我以为诸位会比较着急，吴寻的尸骨在哪？还请顾小姐赐教。赐教什么呢？顾小姐，先前是我李家有眼不识泰山，怠慢了你，还请顾小姐高抬贵手，告诉我们寻儿尸骨的下落，让寻儿好好的去全家安息，我们李家必有奏谢。是啊，顾小姐，如果您真的知道我母亲的下落，待我安葬好我母亲后，我领明泽为您马首是瞻。李老爷不愧是年纪大了，会说话，会做事，就连随口编造的一句谎话，都让人觉得真真的。其实你对妻子的尸骨到底藏在哪儿，心里也有猜测吧？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他怎么知道？顾小姐，你是说我爸知道我妈的尸骨去哪儿了？这就要问你爸了。爸，你……顾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对于话不真、心不诚的人，说再多也无用。顾小姐，爸，小泽，你不信我？先回去，我不想对着母亲的墓碑闹得太难看。文泽，你看看顾小姐那边有没有商量的余地？怎么样，也得把寻儿的尸骨给找回来啊！我妈的尸骨在哪儿？爸，你不应该是最了解的吗？你在怀疑我是不是？寻儿是我的妻子，难道我会害她吗？若是以前的你，确实不会。但现在，我是无真。什么意思？自从我妈半年前去世，你大病一场，却又突然好转，一切开始变得不正常。一开始你天天待在我妈的院子里，我以为你伤心过度，所以小姨进门我同意了。可后来我出国留学，回来后发现家中的布置、庭院全都变了，连我妈最珍惜的花房，你都依着那个女人的心意，变成了现在这样，你都没有半点阻拦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早就设计好让我妈死，好心娶你真正的心上人过门啊？闭嘴！我对寻儿的感情天地可见，我可是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寻儿的事情。
我李长寿这一辈子只有玄儿一个孩儿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这誓言真是感动天地，就是不知道李老爷这番话说完，会不会遭天打雷劈？顾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继续说。有些事不能跟外人说的。顾小姐连你杀妻续命，害得我妈尸骨无存的事都知道，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听的？混账！说说你这感动天地的爱情故事，说得好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们李家指一条生路。顾小姐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这都是些陈年往事啊。本来随着寻儿离开，已经没必要提起以前的事，但既然顾小姐感兴趣，我也不妨说重点。那我就长话短说。其实我跟寻儿从小相识，她从小就像个小太阳，很温暖，经常带着我一起玩。就是那时候，我对寻儿就有好感，但因为青涩不懂表达。到后来，我家因为做生意远去南方，也就跟她断了联系。我心里一直觉得这是个遗憾。直到大学，在学校再次见到寻儿，她还跟以前一样，没有改变，温柔爱笑。我一直觉得我跟寻儿是天赐的缘分，但毕业后，寻儿他爸，也就是你外祖父，一直不同。什么？你外祖父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甚至是说他根本不同意寻儿嫁出去。不可能，外祖父那么温柔和善的人，那是因为生了你以后，他才稍微改变了一些，那也只是对你温柔。对你母亲，他从来就没有过好脸色，对我也是。怎么会？后来我为了得到岳父的认可，拼了命的创业，寻儿在我身边一直不离不弃。慢慢的，产业越做越多，岳父才松口，答应我跟寻儿结婚。婚后，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，直到有了你。你出生后，寻儿一直歇着，在家带你。寻儿心情不好，但我那个时候特别忙碌，天天往外跑。直到有一天出差回来，我看见寻儿正在掐你的脖子。就从那一次开始，寻儿的精神一直不太正常，经常看到你就会发狂，根本控制不住。我只好把她锁在后院。我找了很多的医生专家，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寻儿她得了肠胃炎。也怪我，当时她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对劲，我竟然没发觉到。你是说，我妈她这10几年的精神疾病，是因为原来害我妈这么痛苦的罪魁祸首是我？其实我一直给寻儿做治疗，效果时好时坏。半年前，我感觉她已经差不多恢复了，所以你要去见她，我也没有阻拦。但没想到，原来我妈真的不是自杀，是因为看到了我受刺激才。妈，是我害了你。李老爷真是有个好口才啊！那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？你既然这么喜欢无形，那你为什么还不肯放手？顾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来这么快就忘了昨晚地下室发生的一切。妈，那个地下室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和我妈有关系啊？你别听顾小姐乱说，没有的事儿。那你心虚什么？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在瞒我？爸，是我想寻儿，就进去坐坐。真奇怪啊！怀念一个人不去墓地祭拜，反而要去空荡荡的地下室，还是建在妻子自杀的水井下面，这让人怎么想都不像是在怀念吧？顾小姐，你管的太多了。我看是你想要的太多。你以为这样
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何必呢？够了，薰儿真是我的人，死后也是我的妻，我不想让她忘掉我。金老人说过，只要我心诚，就一定能留下薰儿。我有什么错？爸，爷，天有常数，不可得会。无心和你的缘分已尽，你这是在强求，白做无用功。强求？如果我不强求，难道让薰儿忘了我吗？妈已经去世了，你这是何必？早点让我妈解脱不好？解脱？她解脱了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家里的一草一木，还有你，无时无刻的告诉我，薰儿已经死了，她要忘掉我们曾经的一切。爸，我知道我妈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，但人要往前看，不是吗？我相信如果有来生，我妈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我不可能让薰儿背叛我。不是，爸，你我跟你妈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到头来她都先走一步，去奈何桥喝了冤枉婆汤，要把前程断掉，都要把我忘了，不叫背叛叫什么？这是你的私欲作怪，怎好倒打一耙，怪在一个甘愿为你的长生付出一切的女子身上？顾小姐，你是说我妈甘愿为我爸付出一切？那我妈的死……没错，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，当初为何能从蜜穴一现恢复如初？真当是许进门的那个吴燕给你带来的好运吗？可确实是吴燕进来后，我的病就好了，而且我生病是在薰儿死之后，哪里来的她为我付出一说？因为无形是天生因果。因果？没错，他这种体质对你有利，他的死反而是成全了你，让你多活一段时日。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不信什么？不信他死后还惦记着你，为你惜命，还是不相信你自己的愚蠢？可笑的守着过去，不肯放过早该自由的无形。所以我妈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那地下室里那香炉的骨灰，对，就只剩下那些了。真的很让我恶心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很低怨我，所有事情我都认，但骨灰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。地下室都是你搞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一点，你爸说的没错。顾小姐，你因为这骨灰是吴燕放的。什么？顾小姐，不可能吧？吴燕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？爹，我小姨虽然嫁给我妈，但她一直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。在我妈去世之前，她还经常来看我妈。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？那只能说明她伪装得很好。记不记得我今天晚上说过，这棺材被人动过？当然记得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棺材弹的，不会是……是吴燕跟吴楠，还不算太笨。爸，吴管家和小姨怎么会？谭小姐，是我让吴管家送回房间的，但最后却从玄儿的棺材里走出来，而且商量完去动玄儿棺材的时候，我看见吴燕跟吴管家说话，当初我以为是吴燕让吴管家做什么，看来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商量怎么糊弄我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么想知道，不如去问问当事人。再不去的话，怕是这2天小立秋要溜走了。都怪你，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这谁能想到那个女人能突然醒过来？我明明下了大剂量的药，但睡头牛也要睡个2天3天的呀。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呀？趁他们没发现，赶紧先出去避一避。哎呦，你们要去哪儿？站住！你还敢跑？少爷，这哪有的事儿啊！
这我们这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这哎，小泽，回饭店说。你站着。老爷，是你糊弄我和我爸在先，让你站着你还委屈你了，是不是我们李家太给你脸了？小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说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那个堂堂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妈的棺材里？他为什么穿着我妈去世前的衣服？我妈去世前穿着什么？除了我，也只有你最清楚。你是在怀疑我动了自己姐姐的棺材？小泽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会干呢？是不是这个妖女又跟你们说了什么？堂堂不是和他是一块儿的吗？他才应该最清楚。我看呀，明明就是他。住口！你不仅不承认，还敢污蔑顾小姐！我没做过，我承认什么啊？而且我为什么要动姐姐的棺材？你再早也得找个理由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虚，你知道棺材里根本就没有无寻的尸骨，或者说半年前棺材就是空的。什么？吴小姐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顾小姐，你说我妈的尸骨是她偷的？事实确实如此。算了，你算是都给我住手！吴言，我李家自认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对得起雪儿的在天之灵吗？对我不薄，只不过是看在无寻的份上，可怜我爸。你，无寻的尸体确实是我的，他都已经死，怎么可以好好的待在棺材里？就应该物尽其用才对。丧尽天良呐！是我亲手把无寻送进去，亲眼看着他烧起，一点点消失，真让我开心啊！我这么多年受的痛苦，终于他也能尝尝其中的1/1000。畜生！你连畜生都不如！你还说我？那丹药你不也吃了吗？要说我是畜生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本来我把无寻的尸体偷出来，放在池塘底下，就是想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怎么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据为己有。那池塘是你弄的，那里面挖出来的东西一些动物骨头罢了，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？本来那里是我给无寻找的好地方，没想到他的骨头居然有如此的奇效。我也念及姐妹情，留了一些骨灰，留给你们作为念想。丹药，莫非是？你就这么恨我妈，连她的你都不肯放过你？没错，我恨不得她永世不得超生。本来这里一切就应该属于我的，包括你长寿。没错。你，吴小姐，用自己姐姐炼制的丹药恢复容貌，还爱上自己的姐夫，你想要的这么多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你，我有什么错？当年明明是我在学校先认出的你，是上天安排给我的缘分，为什么最后却成全了你和吴寻？我和寻儿是互相吸引，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是吗？是，在你的眼里只有吴寻那个贱人。你住嘴！他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还这么维护他？明明就是他吴寻抢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胡说八道！哦，那你说说他到底抢了你什么？从小到大，
只要我喜欢的东西，没有一件他不想要的。包括我的父亲对他，都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要好。每一次父亲稍微对我多加关注一些，他就会想方设法把父亲弄走。我10岁生日那一年，父亲说好要给我单独过，可就是吴洵这个贱人突然生病。继续说。不光如此，所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父亲都不会给我买，但是过几天都会出现在吴洵的房间里。他还故意拿到我面前来炫耀，假作大方说都给我。他一个被捡来的弃婴，凭什么这么轻松让所有人都喜欢他？如果不是他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明明是你心思不正，就算没有洵儿，也不会有个好下场。现在死的是他，而且尸骨无存，没有好下场的是他吴洵才对。你再告诉你们一个好玩的，吴洵当年跳井自杀，可不是受了刺激这么简单，而是我给他换了刺激精神的药，就算不跳井，不出半日，他也会发病身亡。怪不得吴燕身上的黑气这么多，我还以为是和你家同气连枝，受到了牵连。吴洵自以为赢了我一辈子，最后不还是栽到了我的手里？你简直不知好歹，还回洵儿生前跟我约定过要好好照顾你。长寿，我就阿燕一个妹妹，等我走了以后，我求求你帮我好好的照顾阿燕。一定不会有事，而且她都那么大个人了，哪里用我照顾呀？长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让她平平安安的活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说你父亲从小不关心你，洵儿欺负，说洵儿是个弃婴，抢了你的一切，但分明你才是那个捡回来的孩子啊！洵儿为了保护你的尊严，一直瞒着你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洵儿从小到大的日记，你仔细看吧。今天父亲带回来一个小女孩，我要有妹妹了。妹妹今天说话了，她竟然学会了叫姐姐，我好开心。我一定会做一个很棒的姐姐的。今天啊，阿燕想要小熊，父亲不给买，她好像很伤心。我记得我的零花钱好像还差一些，要再攒一点，就可以给妹妹买了。阿燕今天不太开心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学校有同学欺负她，她不像以前那么爱和我说话了。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，阿燕一定会很伤心。我拜托了昌寿好好照顾她，希望她好好活下去。真想下辈子还能和她做姐妹。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在你害死我妈的时候，你还有半分犹豫吗？小泽，别跟他多费口舌。现在的事情已经基本清楚，而且天色已晚，先让顾小姐去休息。顾小姐，我带您去。不用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我还是回去睡个安稳觉吧。顾小姐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这几天你最好待在儿身边，顺便问问顾小姐有没有时间玩洵儿。顾小姐，等等我，我送送你。顾小姐，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再次起立，让我妈入土为安。3日后的戌时。你知道这家是谁在住吗？和你们家有什么关系？这家
刚搬进来的，好像是什么女明星，叫什么苏晨，和我们家的关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李家新签的代言人就是叫苏晨。顾小姐，是有什么问题？没事。对了，3日后不用来接我，东西准备好，我自然会到。会不会不？别吵，是我。依然，我说你干嘛不开灯啊？忘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电灯了。不过这个点儿你怎么坐在这儿？你刚才出去了？出去散了散步。虽然你家的事情好像解决了，但总感觉不对劲。等查清楚再和他说吧。切，大上的出去散步，骗鬼呢！不想说就算了呗。不过可告诉你啊，最近咱俩可得小心点儿。那个李家水深的很，最近也就是他们自顾不暇，所以才会把我们放出来的。要是有一天把我们给想起来了，就不会，至少现在不会吧？你可别不信啊！那个李家和悬空观的监从道长关系好得很，万一唐监从道长把咱们两个给……都是法律社会，怎么会如此些事？监从道长这个名字倒是听了很多遍了。我听说啊，此人极为精通法术，不少的明星富豪都找他办事呢。不过啊，这个人比较看缘分，对钱财方面倒是不太在意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丹药应该是有人在帮胡言，这个监虫道士……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睡美容觉了。太晚睡觉对皮肤可不好。晚安。哎呀。依然，去开门。顾小姐，早啊。不是说好了3日后我自己过去吗？哦，是神君，神君闹着非要来找你。你带了早餐。虽然已经辟谷，但这凡间饭食的滋味确实不错。神君，要不要吃点？神君既然不信我，为何要求我帮？你能不能带我进那个女明星苏晨的家里？她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。你不想知道是谁在背后帮吴嫣吗？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什么信不信你？你们在聊什么啊？我觉得你并不会想知道，有些事情知道的太早，对你没有好处。那倒也是，求求认我吧。不过我爸说等事情结束后，就把他们送去解决。人间执法队也好，就是无形。姐，哦对了，你们李家是不是跟监厨道长很熟？是啊，我爸比较信这个心，所以和悬空寺的监虫道长走得比较近。年初的时候还给他们捐了一大笔钱。这个监虫道长比较擅长什么？都沾一点，好像挺厉害。听说还会小说的什么丹药，而且对养生也有一些研究。精通丹药？当然，肯定没有顾小姐厉害。
当着顾小姐一个玄学大佬的面夸另外一个道士，我真的是一个猪脑子。你们家今晚是不是要请奸虫道长吃饭？我能去吗？今晚要请奸虫道长吃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对，今晚是要请那个奸虫道长吃饭。顾小姐要去的话，我们肯定欢迎。都怪我刚刚多嘴，管奸虫道长干什么？现在好了，顾小姐非得见道长，到时候可别打起来啊！顾小姐，我回来后联系奸虫道长了，但是玄空观那边说奸虫道长外出云游了，不知道去哪，就派了他的弟子妙明道长过来。您看？无妨，见谁都一样，只要和那个奸虫有关系，我总能推算出来。那就好。嗨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顾小姐真的要和奸虫道长打架呢。这家不对劲。这家确实不对劲啊。你看出来了？这上方的怨气，只有开过天眼的人才能看到。这李明泽，谁家大晚上敞着门，连灯都不开？你说的对。哦，不过你昨天问我问了家里下人，他们说这家确实不对劲。哦，这里不是住了苏晨那个明星吗？最近他们家不知道怎么，天天有人失踪，报警后人也找不回。今天听说是请了个道士做法驱邪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失踪人的线索。连续失踪。叫什么叫？又没进你家的。你说你们家主人苏晨失踪了，想让我救他？救他可以，但这个酬金可不能少。要不是需遵守圣方天地规则，我何须计较这些身外之物？仙姑请放心，这些规矩我都懂。苏晨有钱，这酬金绝对少不了您的。我进去看看，你在这等我。哎，妈，不是我说，自从大哥娶了这个女人之后，咱们家呀就一直不景气，生不出儿子不说，说不定啊还会让咱们苏家绝后。现在大哥和爸他们也不知道被藏到哪里去了，真是。大哥应该不知道啊，他一直护着这个女人啊，竟然会害她。道长，您算出崇明他们在哪儿了吗？找到他们的方法，贫道倒是有，不过要是用的话，可能要为难。只要能找到人，我定全力配合道长。只要道长能帮我们找到人，多少钱都没有问题。反正孙倩生的那个赔钱货有的是钱。晨晨好歹是你侄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哎呦，大嫂，那丽丽也是心直口快，要不是大哥啊，非让我们来参加什么庆功宴，那老爷他们也不会出事儿，不是？你们住口！还嫌不够乱吗？妙明道长，只要你们能把事情给解决了，我们苏家不会少了你好。您放心，贫道既然已经接手，断没有半途而废。
你这道士是要做法还是要杀人？这是你家亲戚吗？不是。请问您是？你们苏家不是找人做法事找人吗？我就是来做这个的。好啊，没想到你们苏家还又请了一个。既然不相信贫道，哼，当初苦苦求我做甚？哎呀，道长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出来的。是啊，道长，他和我们没有关系的。哎，这位小姐，还请你速速离去。顾小姐，哎，你走的也太快了，顾小姐。哎，妙明道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我家吗？李少爷，我正要过去呢，这不是刚好这苏家突然上门了，我想着这李家跟苏家离得很近，顺手就接了。哦，这位就是顾小姐。啊，是，怎么会这么巧，在这儿碰上了？顾小姐不会是算到里面是妙明道长做法事，故意来砸场子的吧？啊，那这样，二位先过去，我把这边的事儿了了，立马就赶过去。哎，好，我们就不打扰道长了。顾小姐，咱们走。妙明道长，听说你师从监虫道长，颇具天分，可依我来看，就连最基本的勘破一道来说，不值一提。妙明道长可是玄空观的道士，人家道长都说了能解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质疑妙明道长？他要是真的能解决，就不会看不见这院子上空的黑气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危言耸听！这院子清正雅致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黑气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没有感觉握不紧手中的木剑吗？手上确实有点脱力。那可能是我今天精神不济。这能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暗中设下陷阱，不想让你们找到苏家人的下落。什么？妙明道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怎么会？嘿，是你对不对？妈，你就想害死我们？要不是你，非要让我们来办什么苏晨的庆功宴，能出这么多幺蛾子吗？自从你和老大结婚后，我们苏家没有一天的太平日子。妈，我怎么会害公公跟崇明他们呢？还不是你生了第一个苏家的孩子是女的，这关晨晨的事儿啊？怎么不关呀？你看这苏家失踪的全是男人，我看这就是老天爷的报应。就是，当年故意打掉第一胎男孩，生下苏晨之后又不肯继续再生，要我看呀，你就是故意来和苏家作对的。你闭嘴！嘿，反了天了，孙倩，你敢让我闭嘴？对，就让你闭嘴。还有你，当年要不是你们撺掇，我那个孩子不可能流掉。还有，晨晨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去贬低他，谁都不行。你，妈，我知道您担心公公跟崇明他们，但是这事儿您不能赖到我跟晨晨身上啊。那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一起。是呀，老爷那几天我们也是在一起的，他就说出去转转，这就找不着了。出去？哦，对，我公公说那天吃多了想消消食，就在院里。我们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出来一看，院子里面已经没有人了，大门敞开着。啊，还有崇明也是，那是家里面缺东西，他说要去小区便利店买，
出去了就没再回来。我老公啊，也一直不耐烦在客厅待着，想回房休息。我回去的时候，这房间里不见他了。谁是最先出去的？什么时辰？是我公公，3天前，具体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不记得了，但是他出去的时候大约是7点半。崇明是2天前，好像也是7点多出去。昨天晚上我老公回房休息的时候也是7点半。7点半，还真是个好时辰。郭小姐，这个时间点怎么好了？不是7点半好，而是8点是1天之中阴阳交汇之时。如果他们失踪的时间不是巧合的话，背后一定有人指点，是有人想在虚实由阴转阳，逆天改命。不错，以目前上空黑气的浓郁程度来看，目前已成气候。什么？以目前上空黑气的浓郁程度来看，目前已成气候。这位仙姑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我们家老爷和我的孩子吧！苏家奶奶，您别急啊，既然顾小姐已经开口了，那肯定有解决办法的。什么解决方法？这个女生很奇怪，为什么她身上会有2道完全相悖的气息，但又在隐隐约约融合在一起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是要把我毁了才甘心吗？哎呀，晨晨，你奶奶他们也是着急，爷爷他们失踪了那么多天，找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，这没办法了才请了道士。你放心啊，没让人看见。你知道现在盯着我的狗仔有多少吗？刚才我来的时候大门都开着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找道士了。这妙蒙道长说呀，做法呀要开个大门，迎着各路神仙来进门显灵。什么道长？我看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骗子。我乃悬空观道士，那是官方认证，不是什么野道士。连苏家人在哪儿都找不着，还不如一个野道士呢。李少爷，你……不好意思，口误偷懒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小泽，李少爷，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情，就不方便招待你们了。刚刚他叫我小泽，只有我家长辈才这么叫我。哪来的胆子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走。你们。这个顾小姐是有大本事的人，咱们求求她，帮忙找找崇明他们，好不好？你们真是太天真了，她怎么可能知道失踪的人在哪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失踪。什么？仙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原本应该失踪的父子3人，我刚刚推算到，他们就在这个庄园里。不可能，警察都来找过了，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。不光警察，我们自己都找了好多遍，这犄角旮旯都翻遍了，都找不到呀。哦，是吗？你确定自己有好好找过吗？是啊，这自打我公公不见之后，我们就……不对，你诈我！病者鬼道也，谁让你们不乖乖说实话呢？好，你们苏家联合起来，骗贫道给你们找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现在可以好好说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？我们确实呀有他们的消息，正如仙姑所言，他们呀就在这庄园里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呀。等等，你不觉得你这话自相矛盾吗？什么知道又不知道的？是真的，是背后那个人啊给我们留了信儿，给我们7天时间找人，就在庄园里，到时候如果找不到，第2天就再少一个人。我们找了好多遍都没有找到，这警察来找过了也没有办法。今天是第4天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请了妙明道长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这背后这人什么心思？
还给设下了时间。他没有说你们7天没有找到人是什么惩罚吗？这字倒是看着有些熟悉。没有，他只是说到最后呀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这有些事情知道的太早未必是好事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确实，照这个速度，7天之后你们都死了，也就没有必要知道。不对，按照游戏规则来说，1天消失1个，那他们苏家人有5个人，那最后1天还会剩下1个，剩下1个，那不是才正常？你是说？你说你们家主人苏晨失踪了，想让我救他？他真的被调包了？乖乖啊，这得什么程度的易容术才能变成这样？说是直接灵魂互换我都信。顾小姐，你也听了这么多了，你知道现在人在哪儿吗？对呀，顾小姐，只要您能帮我们找到人，让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的。不用，已经谈好价钱啊？是吗？还不快跟上！顾小姐，老爷和崇明他们在哪儿呢？这里我们也找了好多次了，都是这样，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下落。我看这位顾小姐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，随便领我们来个地方。闭嘴吧你！哪来的胆子这么跟顾小姐说话？找人光靠眼睛是找不到的，还得有脑子。去，把这些蜘蛛网全部捅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爷，顾小姐，您这个寻人术厉害啊！那个妙明道长根本不及您的1/1000。顾小姐，是贫道学艺不精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谈不上冒犯，若不是被求上门，我也不会轻易闯入他人道场。不知您是被谁请来的？这个顾小姐果然厉害。不知顾小姐有没有时间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。等等吧，事情还没办完。老爷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妈！哎呦，我的孩子呀！终于醒过来了。崇明，你已经消失了整整2天了，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？好了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不用担心我啊！哎呀，哥，要不是这位顾小姐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你们几个呢。顾小姐，对，顾小姐，就是这位顾小姐算出了你们在庄园中的位置，还破除了这儿的机关，我们才找到你们了。顾小姐，非常感谢你，救了我们苏家全家呀！奶奶，感谢顾小姐不急于这一时，爷爷和二叔还晕着呢，我们先把他们送回房间吧。对，顾小姐还请见谅。等他们都醒过来之后，我将带着他们亲自登门拜谢。不急。等等，顾小姐，你是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确定人都找完了吗？对呀，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不对，还差1个。差
怕谁？苏晨。顾小姐，您真会开玩笑啊！苏晨不好好在这儿了吗？我没开玩笑。顾小姐，您的意思是我是冒充的？不是。那我就好好站在这儿。你为什么说少苏晨？你的确是苏晨，但准确的来说，你不完全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半一半。你身体是苏晨没错，但这里面就不一定。嘿嘿，顾小姐觉得我说的对呀。什么？晨晨他……顾小姐说的没错，此人确实有些奇异，明明是自己的身体，却好似不太熟悉，哎，就像刚掌控的一样。胡说八道！不要以为你刚救了爸爸他们就可以污蔑我，想讹钱。现在8点53分，想必你已经很着急了吧？什么？从刚刚我们走进这个地下室开始，你就已经开始着急了吧？所以催着顾家人让我们离开，因为你很清楚，过了9点之后，你就再也控制不住现在这副躯体，并且变成你原本的样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是谁这么闲，抓了苏家人之后，却还要故意留下把柄，让他们寻找。这么精彩的一出好戏，想必背后之人肯定不会甘心错过，那么一定会隐藏在苏家人背后，看着他们绝望挣扎，直到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。剑虫道长，我说的对吗？剑虫道长，我说的对吗？师傅，这人是千虫道长。我不是。这千虫道长这么难看的吗？不过怎么感觉有些面熟？这眉眼和我母亲好像啊。师傅，您不是出去云游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呢？那一副躯体已经寿元将近，若不是我找到方法，早已化为一抔黄土。师傅，您说过呀，道法自然要顺应天意呀。天意，入道之人就该与天争命，如果争不过，那我就是天意。你个老人死蛋，你从真人身体里面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想得美！只要再过3天，我便能完全占有这具身体。到时候，我便是苏晨，苏晨便是我。可是苏晨不是你，那你也要……你以为他没有尝试过吗？只不过苏晨这副躯体正合适。那苏家人是他一一尝试后才发现只有苏晨最合适，这才免去了苏家父子3人的劫难，但也没完全逃过，因为子法太过于违背天理，他试图掩盖真相，所以想将苏家人全部坑杀在此，规避惩罚。你这小丫头懂得倒是挺多的，说吧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你这扮相实在丑得让人不堪入目。顾小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从晨晨身体里面出来啊？不过你看他手腕上的3个红点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其他3人应该也有。不过苏晨手腕的3个红点已经粘成了红线，正如他所说，这副躯体已经被他掌控了大半。晨晨是没有救了吗？还有救。真的吗？不过不是我。神君，你要的机会来了。是奸虫骗了我，他想让我替他承担那些冤孽。这就是你身上黑气加重的原因。对，而且他拿了我的本命魂锁，寻常人近不了身。你给我找个机会，让我拿回来。
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早就被李家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李家，看来这个奸丑道长就是吴燕找的人了。不过他应该还有另一层更有意思的身份。你在这儿？你这个妖女，用了什么东西，竟然能把我捆起来啊！顾小姐，我求求你救救晨晨！不用担心，他只是陷入了昏迷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醒过来。谢谢您，顾小姐，要不是您，我们苏家……就是未来2到3年里，他必须好好静养，不能受刺激，否则会陷入沉睡。好，一切都听顾小姐的。那这个……顾小姐尽管带走，相信她在顾小姐的手中也不敢再次害人了。顾小姐，等贫道啊！你这个妖女，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还能感到疼痛？呸！你个下三滥的道士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你都做得出来？顾小姐只是让你稍微难受一些，你就受不了了？你还敢骂顾小姐？李少爷，您就少说2句吧，这毕竟是我师傅。我呸！你什么破师傅？天天想着什么幻灭啊、长生不老，他能教你什么？教你怎么害人吗？我看你也不是说。顾小姐，我这看我干什么？骂的不对。没有，你骂的很对。就是你如果知道他是谁，就不会这么骂了。奸丑道长，听说你名声在外，最擅长的就是炼制丹药。呵呵，你听说过我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帮忙炼丹呐？只要你答应放了我，并且给我找一具合适的身体，我就帮你。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半年前，你是不是帮吴燕炼过一炉丹药，用的是女子的尸骨？你怎么知道？所以那丹药是你炼的？你知不知道那尸骨是我妈吴轩的？你……他只说让我帮忙炼丹，并没说那东西是怎么来的，并且他给了一笔不菲的报酬，我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所以你简直就是个禽兽！师傅，您不是说那是邪修之术？我等应为所不耻，您怎么……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评判我的对错？我想做什么，什么就是正当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有什么错？你错在是你怂恿吴燕去偷的尸体。你，奸丑道长，半年前你的身体就崩溃了吧？所以你才要用药物来维持身体的崩溃，好为你留时间寻找下一个躯体。我真倒是小瞧你了，是黑猫告诉你的吧？没错，确实是我让吴燕将吴寻的尸体拿来的，那可是上好的材料，最适合成为你下一个目标。你知道，在选定苏晨之前，你挑选的其实是吴寻的躯体吧？毕竟他和你有血缘关系，成功的几率更大。等等，顾小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妈和他有血缘关系？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师父之前一直静观修行，怎么会有子嗣呢？那就要问问奸丑道长是怎么回事了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叫你吴素渊。想不到这只猫把这都告诉你了。外祖父，你竟然是我外祖父！不可能！何小姐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如果以他和吴寻的血缘关系来看，他的确是你外祖父。不可能！
我见过我外祖父很多次了，他根本不是这样。那是因为他那副躯体保养得很好，现在的状态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可是什么？可是，小泽，现在连你外祖父都不认识了。不要叫我小泽，你不配！要真是我外祖父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妈？哼，儿女生下来，为我多贡献一点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本来我也不想用他的，毕竟我更想换的是你。所以你假借无形之手将玉佩给了他，一是为了孕养他的身体，好为你后续行动；二是锁定目标，用黑气锁定他的气息，好被你一直监视。你懂得果然还不少。没错，哪知道吴寻把他分成了几份，让李家每个人都带着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早几年前我就成功了。哼，你以为我想，要是早在你出生时，吴寻就乖乖的把你交在我手里，会有这么多事儿吗？可他呢，死活都不让我碰你。要怪就怪他把你看护得太紧。原来我妈一直知道你啊！不然呢？你以为他为什么会疯20多年？不过一个疯子说的话，谁会信呢？真的就是个畜生！原来我妈就是被你害的，害得不能跟我说话。她一跟我接触就会犯病，就会想起你的所作所为，是不是啊？得罪我的人，我会让他有好下场吗？哪怕她是我的女儿，你……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与天争命，顾小姐，你应该理解吧？与天争命，就你还挺会给自己的恶行美化。像你这种罔顾他人性命、给自己谋利的人，就该下地狱。我劝你快点把我放了，不然我会让你变成下一个吴寻。就你还不够资格。疼！上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顾小姐。小泽，你快救救我！我可是你外祖父啊！在你对我妈动手的那一刻，我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们李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当初你长寿为了能长寿，也求到我身上在池塘里做手脚，怎么不见你们阻止呢？他该偿还的一点也不会少，你还是该考虑考虑你自己了。郭小姐，你说我妈下辈子一定很开心吧？毕竟这辈子运气这么不好，上天给她的苦难也太多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地下室内某无形的执念，并不是你父亲强行留下的。执念因谁生，为谁留。他认出了。你是说？沈俊，吴素渊的炼丹术还有换命的法子，是你教的吧？其实我原先也没怀疑的，只是他最后说了一句“与天争命”，以及他看我的眼睛，就好像他知道在这方天地之外，还有其他更多他不知道的。我只是说漏过几嘴，没想到他会这么极端。那你现在对我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了吧？还行。建明沈君，跟我签订契约怎么样？帮我在后续的血脉进化里赢得更多的生机，也帮你自己洗脱掉背负的冤孽。
早知道你这丫头没安好心。3、2，契约可以，但我每天都要小鱼干。